哦，他说深呼吸的，聊天还要深呼吸。OK， 叫破皮。朋友还会有另外一种叫法，叫做石皮皮，就是把破拆开，就变石皮皮。他们觉得这样叫起来比较可爱。我平常在我家族企业里面。然后我们是做医疗器材的，虽然说医疗器材，但其实是做关于水的净化设备。平常的兴趣比较喜欢是表演，那表演这种东西，那感觉是一直在变的啦。以前喜欢的会是把自己丢在一种没有存在过的空间，就好像你多了一种对这个世界的体验的感觉。然后现在的话，看表演这种事情是一种概念的传达，怎样可以有效的把一个概念传达给别人。现在的话，就还有一些是影视创作，大概现在的兴趣就在这个地方。工作的日常，因为我们是家族小公司，大概也就4-5个人，然后我们常常要去医院做设备的维护。我们主要做的都是洗肾室，比较专业的说法叫透析，那个肾脏透析。每一家医院呢，它一定都会有一套水处理设备，还有很多的洗肾机。那洗肾机坏了，大概就换一台，就是把自来水过滤得更干净，让它可以直接进到人的身体里面。它不是直接喝，它也可以直接喝，但它是就是在透过针筒就会进到身体里面，所以它对水的纯净度会有一个规范在那边。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自来水变成可以合乎规范进入人体里面的水，然后就是这个机器。说起来好像很复杂，但其实就跟家里使用常看到的那种几道滤芯，然后有一个 RO 主机那种东西的放大，这样子概念其实都差不多，只是我们会比较复杂一点，再经过一些卫生福利部政府的认可，然后核可，才能再去做这些贩卖或是维护。我们其实是8点半上班然后到5点半下班。家族企业自己在这上面就有一定的 range。以前主要还要跑外面，跑外面的话并没有那么明显，它其实有点像责任制。假如你今天在这家医院，医院有事一定要 call 你啊，晚上半夜漏水了或是系统有故障，还是要 call 你啊，你不会说我下班了。还是有些企业会这样做，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那个是客户要求你，不能辜负他啦。因为线上不是只有这个客户，因为客户下面他还有一堆病人在那边等着你的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责任感，就不管什么时候电话来都是一定要去的。所以以前我们最怕就是手机响，对吧？手机响通常不是什么好事情。那你不管怎么样都要去现场，然后每次都会关系到人命的那种重要性吗？倒不至于啦，会说真的跟人命有关系，但是因为像台湾洗肾这个是排得很满的，就我早上会洗完这一批人，然后中间设备清理一下就要洗下一批人，假如早上耽误到了，下午的人全部也会耽误到，就是感觉很像一个工厂，就是一排人躺在那个床上，旁边一排，然后每个床旁边一台机器。对不起，现在是医院吗？那个怎么讲？不过我觉得，如果人真的到那时候，他应该也会还是会接受啦，作息应该也会调整吧。但是我觉得最痛苦是吃东西限制可多了，躺在上面，顶多我晚上多花一点时间，把我精力用在晚上，然后早上来睡觉。然后他洗就躺在那边睡觉。但是我觉得人生要是在吃的这方面被限制太多的话，那还蛮活在世界上就少了一大乐趣了。饮食上有什么限制吗？第一个是水分还有一个就是钠吧。其实我对这个研究反而比较少，因为那是属于医生的范畴，我们其实不用负责这一块，家里也没有人在就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自己反而研究比较少，这个我反而不能乱讲。对，但我知道就是水分病人要限制自己的水分，因为他去洗肾就是大部分是在脱水，然后还有就是钾离子，我记得钾离子就很多水果也不能吃，对，因为它有一些特殊的元素，你身体没办法代谢掉。那你什么时候接触表演？哇可能就工作之后，然后应该那时候大概应该有12年还是11年，我自己没有特别去记那些时间，但很久了。那最早期接触是在以前中国广播公司，他们有开表演的课，就是一个课程就是4堂，每堂3小时这样子。那个时间外面没有什么表演课。我后来知道好像也就有个什么绿光剧团，应该有11、12年，然后那时候就
没什么课程的资讯，然后那时候是刚好中广有开，一看就去吧，因为就自己蛮喜欢玩这种东西的。你小时候看卡通啊，就会模仿里面的人讲话啊，然后无敌铁金刚什么，就知道自己喜欢这个东西。那有东西，那就不如去玩玩看，去试试看，就越玩越上头。对，这种东西会成瘾，它还是一种很棒的抒压的方式。在戏里面骂人，你在现实中，你平常假如真的很生气，你也不一定会骂人，因为骂人是一种工具。对我来说，骂人是一种工具。而且我觉得对于，因为我还不了解戏剧的前提下，然后我有就是演到戏的时候，或上到课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抒压方式。后来也发现，他表演不只是这样，在练习的时候，确实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极端的场面跟台词，然后你要透过这个演员去表达出来。然后我发现很多事情是我自己心里想说，但是没有机会说出来就好了。就可以我们可以偷渡，利用这些角色偷渡自己一些心里的内心话。其实讲不好听，就是躲在某个角色的面具后面。其实角色就是一个面具，我们躲在后面把一些真心话吐露出来，但是观众看到是这个角色，他就不会说你是这个人，或是他有一些可能比较想表达的观点，也可以透过那些角色把它说出来。讲到这个就会想到编剧，当自己在写剧本的时候，就会想要说有些话平常讲出来他会很教条式，自己啦也不要说人了，我自己也不喜欢听别人对我自己说教。有些人知道别人不喜欢说教，所以呢他会用一种拐弯抹角式的方法说教，但他终究还是说教。这样的出发点感觉让我就是还是想要改变另外一个人。对，觉得比起说我自己的故事，我自己发生什么事情，你受用就受用，你能学到什么就学到什么，但是我只是分享我自己的事情。对，我还想改变你，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告诉你。对，但如果我今天写成编剧，这是一个某个角色的观点你那丢出来，你认同你就认同，你不认同，它就是一个角色。我编剧就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偷偷说自己想要跟别人讲的一些东西，因为有时候真的在讲的时候，其实真的你要说没有想要改变别人嘛，真的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难虽然知道这件事情不好，但潜意识还是会去做。像你刚刚有提到那个，有些东西随着时间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可以聊了。那像在演戏的时候也是一样，有时候像以前我们那种小教室，我们的那种工作模式，表演课，我们会有一个剧本，大概就1页丢出来，然后大家可能有10个演员，每2个人一组，就拿这个剧本，大家工作1小时，然后1小时之后大家上去把这个剧本。大家对他的理解，把它演出来，然后大家其他人在下面再做一些评论，再去做修正，看能不能把这些东西改得更好。那以前在分析这些剧本，或在跟你的对手在聊戏的时候他看这个东西会有一个想法，比如说2个演员在处理同一个剧本，我看这个剧本会有一个想法，另外一个演员他看这剧本也会有另外一个想法，绝大多数这个想法通常第一时间是不会搭在一起的。那这个是各自的，他从出生到他现在看这个剧本中间这段时间他所经历的东西，对应到这些文字得到的理解。那相对我也是一样，但每个人的成长环境都不同嘛。可以前我自己还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人容易会想要去说服他。我看过这个人讲这样，所以他这个讲话这个台词一定是这样讲。对，会容易这种状况去跟你讲，想要去说服对方。讲不好听，有些东西你没有就是没有。比如说今天我经历了这些东西，所以我把它套用在这个剧本上面，对方并没有经历过。我再怎么说破嘴，其实对方很难感应得到。有可能他可以就是在透过他某一些相关的连结去对应，但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就是没有。后来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你可以叫比较大年纪的去演一些年轻的东西，他只需要靠化妆。但是如果今天你要叫一个讲最极端的，你要叫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他是听得懂你说的话只要叫一个幼稚园小朋友去演一个高中，我们也不要多，就高中生就好了。他演不出来他的那个认知经验里面就没有这些东西。也是到可能3、4年才有这种察觉，我没办法，其实我不应该去企图去说服别人做某些事情。当他没有这种经历的时候，那问题是在我自己我自己强求把某些东西加注在他就不该存在的东西上面，对吧？但是我预设他该知道这个，但
他没经历过，他本来就不会知道。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那大家就反正最后就是谈判嘛。对，就是谈判。讲不好听，其实都谈判，对，怎么好好谈？你退一点，我退一点，对你让一点，我让一点，大家你好我好嘛，大家对这个经验。套用到最近就是跟长辈讲话，我后来发现也有同样的效果。因为我自己常常跟我父亲吵架，去年年尾我大概也才把这件事情解开。就我常常跟我父亲吵一些，就是比如买一个不锈钢的东西好了，对，就不锈钢，老人家就觉得亮面亮亮的才屌。可我想说，哇塞，这个就很土啊！正常应该是不管怎样，你雾面是最安全的。如果你要高级点，你就拉丝、什么法丝这种东西。但对他们老人家就是亮面，就是常为这种小东西去吵架。可是后来我有一个动漫叫《晋级的巨人》，其实两者事情没什么相关，只是刚好看到那面墙，想到那面墙，然后我也突然想到，对于这种家族企业来讲，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事情、看世界。然后我突然就联想到《进击的巨人》里面那面墙的高度，就是那巨人的高度。我父亲他如果是那面巨人的话，理论上他看不到墙外的世界，因为他就是跟那个巨人的高度一样。那我是有幸在他肩膀上长大，那长大之后，我自然可以看到墙外的世界。但是像刚刚他看不到墙外的世界。我把外面形容再怎么美好，对他来说，那也就是一种想象而已，它不一定存在，他只会看到他墙内他认为那些美好的事情。我那时候五专1年级的时候，以前的手机还有那个都是 Nokia 的，那时候最好的是 Nokia， 还有 Motorola。觉得挂在这边好像就是你有一种商务的感觉，好像你是个大老板。对，我是个老板，我随时有手机有人接起来，喂，会有一种虚荣感。这种虚荣感以前我也干过，就是大学屁孩的时候，那时候念设计课，要假装自己很在捷运上拿个手机，手机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在讲话，会故意跟他说，喂，哦。你要什么东西哦？哦，好啦，那我帮你修改，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在讲哦，就直接拿起来就做那种事情，带给自己的一种莫名的快感啊。对。后来不太真的是因为手机越做越大，对，尤其像那个 iPhone， 如果以前那个越来越大颗的时候，你真的放在这边超凸的一大块。因为刚刚这种访谈那种坐下来就好像。第一时间就说我要问你什么东西，你要回答些什么东西，这让我第一个联想到这种状况很少了。以前因为公司某些事情被调查局约谈过，就要进那个里面的空间，大概就边的一半吧，现在这个空间的一半大小，然后检察官会坐在上面，很讨厌，他们就坐比你高的位置，由上往下这样看着你。比较高，还是它的位置就是比你高，就地板的整个高度，它的台也比你高。他们是故意设计，就是有点像很小的法院。你看到法院的法官嘛，他坐比较高，那边就是检察官，他坐比较高。然后我们就是坐在下面，然后他会问你问题。自己一个人啊，对自己一个人。那时候还没有律师，因为那时候他是用证人，去找你过来去问话，然后他就是这样，他会问，但是他问话非常不客气，就是欺人太甚，你好像就把我是当坏人一样在问话。无罪定论的前提去审问，而是一直先觉得是你有罪的前提下。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无罪推论，我觉得那是一种，就是我们想象的，希望他是这样。但以检察官，因为检察官他要去，如果站在他的职位想的话，如果你是无罪推论，我还找你干嘛？对啊，我一定要先认定你有罪啊，所以我要用一种状况去逼问你，看能不能从你这边套出什么话，或是你不想说的话，让你说出来。我觉得以他们的职业，他们必须那样子去讲话。所以那时候说坐下来一问一答的时候，我第一个联想到就是当初那种状况，就访谈就会有一种就是要被盘查的。对，会有一种就是说要被，就是要可能没有啦，但我知道当然不会是啦，可是因为。过去的印象，上一次有这样，就一个人问一个人回答的时候，第一个联想就想到那种地方，那不是一个什么好经验。我不觉得那是。后来现在回头看，就像当兵一样，对，你要我再去当一次兵，我不要。可是呢，当兵那个宝贵经验对我来说是很贵重的个人资产，它变成我一个我觉得我自己很贵重的内在的个人资产。那个被检察官问话也同样的道理，这是一个很棒的素材。在台湾，因为像法律这种东西就分
民事跟刑事。法律嘛，就是假如你在路上开车碰人啊，撞到人，大概就是民事，大家就或者怎么家里楼上漏水啊，楼上不处理啊，告他啊，一开始先调解嘛，啊，后来就民事嘛。就民事通常是比较小，就是大家就是不会坐牢。被警察官教训的话，那个就是刑事，那个就是要坐牢的。你就会觉得，哇塞，就是心里会有那种莫名其妙的忐忑。多数的人，你可能遇到顶多就民事，那结果我那时候一遇到，哇塞，民事没有，一开始第一次就是刑事，那时候真的超不开心，整个人是人生的最低谷。我自己觉得我遇到是很糟糕的检察官。当然大家都说恐龙法官，可是我那时候真的第一次上法院的时候，我就不要讲检察官了，我第一次觉得法官是有够辛苦的。因为法官他必须听，就比如说检察官的意见，他也要听我们当事人的意见，他要听其他人的意见。那个法官很有耐心的把所有人的话给听完了。其中有一方啊，他在讲他的资料的时候，他是用一种很慵懒的那种状况，就是关于这个甲方他所做的事情，请法官看一下这个起诉书第几页的不是，是，然后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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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我自己在想，我听到讲，怎么会有这么不专业的东西存在在现场？但是问题是，那个法官还是很耐心的听完，然后他还要再去做判断。那今天在法官，你一天要处理这种事情多少件？你要耐多少心去听这个人讲话，听那个人讲话，然后你还要再从这里面找出，因为法官毕竟他没有去参与这些事情啊，都是从你们的这些说话，你提供的文字，你提供的证据里面去推断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也很难去判断，但是我就在那个时候，我也能感受到，原来在台湾你当法官还挺辛苦的，就是我知道你的工作环境是怎样了，那我就会知道所以以后再看到有人说什么恐龙法官，我自己就不会这样去讲。那我有时候假如某件事情很离谱的话，我就会上法院看看他的判决书到底怎么写的，因为法官他必须对某一些全部的案件再写成判决书这样写的，对。所以他不但要听别人讲话，他要判断，他还要写判决书。因为通常大家说恐龙法官，那是因为被判的人出来之后，他就开始跟别人讲啊。但是在法庭上，他有没有这么讲？又是个问号。经过那些事情，我也还是原来法官他的工作状态是这样，检察官的工作状态是那样，然后敌对律师讲话是怎样的，友方律师讲话是怎样，大概就会有一些这些资讯进到等于到我的经验里面。那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是都是累积在表演的经验里面啊，有很多素材可以去使用这样子。现在想拍什么？因为我是从去年开始先拍那种 short， 就是短影1分钟之内的短片。那时候是用 iPhone 12去拍，那跟自己一个朋友就是拍一些搞笑的、趣味的。本来想说就先拍个100部吧，但是拍着拍着，好像也拍了大概20上下吧，突然就觉得该停了。那时候我们是目标1周上2部 short， 后来我发现就是会停的原因是因为好像差不多该升级了。第一个是 iPhone 12，对啊，就用一只手机在那边拍，然后三脚架这样架着，就这样子，自己要拍，自己要入镜，你会少了很多镜头语言，你没办法拉近，你没办法就是这种东西，你就有些可能必须我要先拍一个画面，然后在后置剪接去移动这些东西，对，就变成在画面上说故事的状况下，以镜头去说故事，它就少了很多可能性。然后第二个就是以前啊买手机的时候，会手机在宣扬它的拍照的功能有多强大，我的夜拍有多好之类的。直到我后来买了相机之后，就是一种。哎呀，好啦，就是直接感觉手机就是一堆国中生他们在炫耀，我的数学多好，然后我买了相机之后，我们已经进入到一种就是微积分的状态了。你们国中生在讲的，但是我们是那种，好了，就你们讲你们的，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更好了。我是买 FX3，不懂啊，去买，本来想说买个相机就好啊，然后还加镜头，镜头又是你要拍，你又不能买个定焦，你要买个变焦的。那就深入研究到就越买越多，钱越投，又根本就是一个坑在那个地方。直接买不要后悔的东西。
其实我那个朋友他有建议说，你不要先买，先去租，或者是说你买一些比较入门门槛比较低的。对我自己来说，我想做我就决定要做。那如果我今天先买一个门槛比较低的，我认为自己一定会后悔。就是我不要到时候买啊，又要再二手再去变卖出去，再去换一个觉得更合适自己的，我觉得那样就很累，所以我就直接把该买的东西先买到定位，买了灯啊，买了相机。那时候是想说拍片要做提升嘛，可是这一停就大概停到下一次拍是刚好这个礼拜天，多久？大概停了4个月。其实买了相机之后，变成自己开始练习去拍照。我自己先开始练一些拍照，然后我就去果陀剧场，他们有开课，然后我去当助教，就去帮他们去拍片。反正有一个陈佑芳老师他开的课，我就去那边当助教帮他们拍。我就说我来这边当助教，我也没有要上课，我也没有要，反正就帮你开个冷气什么，但就是我在上课我就帮你们拍。那些东西就是我自己去做练习人像的取景。他们上课的时候，那个人都动来动去，而且是没有，就是你没办法预料他们会怎么走，就是那个可以训练我的直觉。他们这个情况下，他们接下来会往哪走？拍的照片我就会上传到，比如他们一个课，他们就会有一个 FB 就会有一个社团，我就把照片丢到那边去，就当做练习，然后顺便听听他们对照片的回馈。对，然后我自己就练习，就抓角度、抓景这样子，就之后拍摄影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会用上。当我自己想要说故事的时候，想要我去摄影的时候，第一次拍第一支短片啊，那是在疫情前，更久，大概可能我当初买 iPhone 12就想拍，所以那是 iPhone 12出的那一年，剪出来一片大概也才15秒吧，然后我却拍了2个小时吧，2个小时到3个小时，怎么会搞了这么久？明明就是一件有时，比如说饮料过来，把吸管这样插下去，我希望它是一个这种的插法，我脑袋中想象的东西要传达出来给演员知道，这件事情发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有画分镜，分镜是一件事情，分镜上面那个人他的动作、他的果断、他的态度啊，他的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东西，其实又很难表达出来。那时候还只是一个镜头，一个人坐在椅子前面，我那个故事讲说，一个人他饮料来了，他吸管要插下去，结果这个膜太硬了，他吸管插不下去，他插了，啪下去，然后吸管喷飞，整个炸烂那个抓狂的那个概念。那时候做了一些设计，比如就在那个饮料的封膜上面啊，不要让它被那么轻易戳破，所以贴了2层胶带，他就对那个胶带去戳，但他也没有任何特效，就真的后来那个吸管真的会被插爆，然后就喷得四处都是。但重点就是我想的东西要如何传达给演员，我发现这件事情很难。然后刚好那时候拍完这一片的就刚好疫情就来了，那时候就很多表演课，就外面那时候就封城，我们台北就封城嘛，然后很多事情都不能做，然后这东西就搁置了，然后后来就不了了之了。然后是等到去年一个朋友，他突然也想说他想拍片，我说好，那就来拍，然后就是拍，但拍片到底要拍什么呢？我觉得拍有趣的东西是最低门槛。不需要太多的道具啊、场景啊，它就是传达一些。对我来说，喜剧它是一种节奏，跟一种你认真的去做某件事情，却把它搞砸了，这些概念它比较好去处理，或是一些出人意外的事情这样子。那我们就照这样拍，然后大概就拍20几部吧，我自己也没有特别细算。就 YouTube 上面，我们秀的最好的一篇，它的流量好像是1万多吧。对，我们是等于是从零开始，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现在要走这种影音其实蛮难的，因为每个人的观众，就像我自己好了，我可能礼拜3我固定可能会看老高的东西，那就等于礼拜3我某个时段我的某个观看时间就已经被占掉了，就只能靠 YouTube 它给你首页推播那样。就是现在要进去的人，我觉得其实就这种东西是商业分析了啦，就是你很难去，人家这个时段已经拍了他本来想看的东西，你要如果插进去，当然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啊，这些人看某个人他可能就腻了，然后腻了你就有新的东西可以进去。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等于从零嘛，就我跟我的朋友，我们都是一个 nothing， 在市场上都是一个 nothing， 那就是纯素人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多大的机会能成功，或者他有多大的机会有流量。那时候我们做秀的最好的大概就1万多的，然后那个
东西还是有一点新三色的，就是大家还是对这种东西是比较有兴趣的。其他的有些东西就会大概就是可能就4、5千，或是烂的一只就几百观看，就大概就这样子。有机会有被人看到，那也很好。就是不会去强求说一定要怎样，是啊。比如像讲台词好了，比如说我爱你这3个字，就一对男女，如果他必须要用我爱你这3个字才能让观众感受到这个人对他之间的爱情的话，你就会觉得挺廉价的。但如果他是一个某个动作，就是对，说我爱你，对，就很明显他们有一个关系在那边。比如说看剧啊、看戏，就是会更喜欢这种东西。我也是。所以我很怕，就台词叭一直讲的那种，就会也不是不行啊，就它不会是我的优先选择。表达的东西，它应该就自己会喜欢，就是更一种。我直接举例好了，我可以直接讲我的那个剧本嘛。有一个男生他在路边抽烟，然后一个女生过来，突然把他烟拿走过去抽一口，然后那男的就，整人节目吗？还是干嘛？然后那女生就说，这烟真淡。真难抽，然后那女的就自己掏出一个烟盒，说：“昨天卷的，要吗？浓的。”那男的把它拿起来抽，然后这女生说：“如何？”这男生说：“有进步。”我故意给他塞的台词是有进步，我就会希望这2个人好像不认识，但是他透过这个台词有进步的时候，为什么他是说有进步？有进步就代表他以前也抽过，然后现在抽。所以才会有进步这个评价出来。可能男生抽完之后，然后女生她就说一句：“现在抽这么淡的烟，不如戒掉算了。”他们不认识，他们认识，因为男生说有进步，我想利用有进步这个台词建立观众原来他们是认识，一开始好像是不认识，但是男生说是有进步的时候，原来他们是认识的。然后后面女生她说抽这么淡烟，不如戒掉算了，就好原来他们是真的认识的。然后那男生就说。有些东西其实淡淡的还挺好的啊，然后后来男女后面又分开了，然后他就说，不干不脆，烟头抬男生身上，然后就离开了。就后来我现在想拍就会想是类似这种短片，就是他好像他看起来没讲什么啦，但其实藏了一些东西在后面，类似这样子。你的剧本、你的制作，你会开放试镜吗？这就是参加果陀剧团的好处，因为去上课人基本上很多都是素人，大家也会希望有一个可以表现的机会。对我来说，我很方便，我可以一边看着他们上课，一边知道哪些人他是很好调整的，哪些是有天分，哪些是有悟性的。试镜真的是很长，就几分钟给你，然后丢出来的东西，而且导演也不一定在现场，那你的试镜可能是 casting， 那 casting 不一定知道导演要什么。对啊，所以这种东西变成都是有一些隔阂在里面的。那作为我今天想要拍摄作品的人来讲，我当然会希望有更符合故事的演员来做这方面的演出表演，就是把这个东西更准确丢给观众。我后来去果陀，除了一边拍的话，我直接就表明跟他们讲说，我也希望从这边可以找到，因为我想拍片，所以我想找到可以未来有合适的演员，大家可以来参加。我曾经听人家说。那个编剧他把剧本写出来之后呢，其实这个剧本就已经死掉了，然后再给导演看过，死第2次，演员再看过，死第3次，等到整个剧本再跟说，编剧这是你想要的吗？你今天可能已经10万8千里远了。我们之前在做这种表演练习的时候啊，我还记得有个朋友他提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觉得表演就是在舞台上真实的活着，因为他蛮喜欢某些瞬间出来的火花。我自己以前喜欢表演，就是喜欢这个东西。专业的演员不能这么做，或许他可以用在舞台剧上面。舞台剧的话，因为基本上不能 NG 嘛，虽然他可能同样一场戏，他可以就演个4场、5场、10场、20场，但毕竟他还是在同一场的这个情绪流动里面碰撞出来的火花，但每一场都可能不太一样，这是 OK 的。可是，在影视啊、电影啊、影剧这上面很难，因为毕竟你就是有个镜头的设置在那边啊。有时候你可能同一场戏，如果你又只有一机的话，你这边拍、这边拍、这边拍，可能第一次有个火花，可能第一次有，可是第2次就没了。所以当有演员说他觉得表演是一种真实活着的存在，对我来说，这反而是我自己没办法接受这种观念，因为对我来说或许可以，就是我还发现表演就是一种心理治疗。
很多上表演课的人，这不是他的诉求，但其实他等于在借这个东西，他抒发了他在上班期间的一些压力，或是治疗了某些他平常可能心中的某些伤痛，就可能他可能跟某一任分手了，那个很痛。而借由某一个场景，把这东西又在大家的面前再说了一次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就解开了。对于某些状况下，我觉得它是一种可以治疗人心的方式。我以前超级社恐，非常避暑的，我后来发现表演对这个东西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其实有的在外面社交本身就是一种表演，但目前坊间的那种初阶的表演课基本上还是边玩边表演。如果真的有人喜欢上表演课的话，还是先找大牌子，就大剧场，你们可以先去玩，像什么绿光啊、果陀啊，他们都有这样的教课，这种是很安全的地方。基本上老师也是，他们也教了很久，所以他自己可以有一套标准的作业流程。像表演这种东西，你演出了之后呢，就会有人来评断你的表演，所以就会收到各种回馈。那有的回馈，你要有能力去分辨这些回馈的东西。对，我最喜欢用厨艺来讲，就是比如说今天米其林3星的大厨，他炒了一盘青椒肉丝炒饭，就是有人不喜欢青椒啊。有些人他善于表达说我不喜欢这个东西，烂东西，对不对啊？有的人会觉得这正好，你混合了青椒加肉丝，然后你什么比例调得多棒之后，这是一盘完美的炒饭。可是讨厌青椒的人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哪有人炒饭里面加青椒的莫名其妙。当然你身为一个这个3星主厨，你就要有能力去判断说什么样的评论对你来说是有用的，什么东西是有效的，什么东西是掺杂了个人的东西。作为今天被评断者，你要有能力去判断某些评论。我觉得这个好玩是，这也不是只套用在演员，不管你做各行各业都一样。就要做我们工作，我们算是对医院的服务业，那人家也会自然会评价你的服务如何，他也会用别家厂商来跟你去做对比。假设有的就喜欢男的业务员，有的就喜欢女的业务员，你怎么讲？各个地方总是会被评断，你会去评断别人，你也会被别人评断。那总之在被评断的时候，你要有能力去，也别讲能力怪怪，对，因为能力这个感觉好像说，假如我今天生气的话，是我能力不足吗？好像我好像攻击到了别人，但我觉得用能力是比较浅显易懂，就是说好听就情商啦。你被别人批评的时候，你的情商如何？对，我觉得这个好像情商2个字比能力更适合。情商我的情商会是认为它会牵扯到他人，就是情商它会一定是最少要有2个人。我要去评论，假设他要去评论他的情商的时候，被评论这个人他要去考虑另外一个人的感受。就我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但要处理我自己的感受，我还要处理他的感受。那我觉得情商能力越强的人，他考虑的范围越多，而且他的方式越多，他的手段越圆滑或是更温柔。某些事情终究会有人受伤，但他如何要把这个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看这个人他的情商的能力的一种状态。之前有部电影，但我忘记他名字了，好像丹麦的一个电影吧，就是有一个小镇，一个老师因为某些误会，有一个女童说那个老师性侵了她，然后整个小镇就等于开始否认这个老师。然后后来发现这是一个误会，是那个女童因为某些原因她说谎了。对。然后后来那女童也承认了，她说我说谎了。怎么是证明那个女孩说谎了？因为那个女生说她被那个老师带到她家地下室，警察去了她家之后发现根本没有这个地下室，所以这基本上是这一翻两瞪眼的人。可是问题是，所有小镇的人民之后，所有小镇的人民，他们没办法接受他们做错了这件事情。我当初误会你这件事情，我当初已经那么讨厌你了，结果现在跟我说，原来你是清白的，好人性哦。其实很多时候根本就是不用讲太多道理，有时就是人性，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你受伤就受伤了，你很委屈，但是很遗憾，你终究可能真的没办法在这个小镇过下去了。虽然你是委屈的，虽然那些人他们也知道他们做错了，但是他们要如何再拉下老脸？当时他去超市，人家不想卖给你，给我滚出这个小镇。当这些话都已经说出去的时候，如何再去修补这些裂痕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我看完那个电影，我就回来想想看，有些事情如果它发生之后，也不用做太多期望，他们能在做修补。假消息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有一段专访，
它是1个小时的，但是呢，今天有人把这1个小时，它中间截取了1分钟某个人说的片段出来，拿出来呈现出来之后呢，这1分钟的片段可能对那个人有极大的伤害。那请问这1分钟的片段是真的还是假的？这1分钟放在1个小时里面，他是说的是没有问题的，可他被单独拉出来的时候，却造成了严重伤害。那我就问，这个消息假消息还是真消息？他没有做任何变造，可是他却被有心拉出来之后，却产生了新的效果。那这个东西要称为它是假消息还是真消息？实际上它是真的，他也没有去给你做任何变造。但问题是，有心人把这个东西拉出来，害另外一个人产生实质损失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我不会说它是假，我说它是一个存心害人的东西，它会是一个工具。我觉得消息的传递都是就是一种工具。就像记者好了，记者来描述任何事情的时候，每个记者他也会有自己的片段，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去写这些东西。除非他是1510照着今天几点几分什么地方几楼发生的火灾，他是这种如实纪实的。但你现在这种情况，观众也不会想看这种流水账嘛。那所以记者他可能就会加了一些几点几分恶火吞噬某个房舍，恶火吞噬这种东西算不算假消息？创造了你观众的想象，乐听者的想象。其实我觉得有没有查证，消息太多了。像手机你随便，以前 LINE 还没有广告，我现在 LINE 打开上面还有那个广告新闻。我作为一个乐听者，我作为一个使用者，我总是24小时不断的被强迫塞入了很多资讯进来。对我来说，就这些资讯它会不会影响到你？如果它会影响到你的话，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啦，我只能去练习自己。不要让这些东西去影响到我。对我来说，它是一种资讯的收集。比如说啊，今天什么恶火，那对我来说，我会把它简化成某个地方发生了个火灾。更好讲就是政治，就是政治有左派、右派。那台湾的话有蓝、有绿、有白。每个东西我进来了之后，我只要知道哦，他说了什么话，曾经做了什么事就好了。到底对我有没有什么影响？我要不要再利用这些资讯去影响别人？如果今天你想要再利用这些资讯去影响别人，那你就会是成为你别人口中的这些什么真真假假的制造者。对我来说，你今天如果有心要再去利用这些资讯去影响别人的话，那对我来说，你绝对不是出于善意。我不会用真假去形容，但我觉得你会是一个这个利益中间的一个得利者。那对我来说，他就没有所谓的公平。今天你把话讲出来的时候，你就不会是一个公平的人在那边。我常常会自己自我矛盾的状态下，就是我提出一个观念，比如说我今天觉得某个选项 A 是对的，但过一阵我自己会跳出来说，为什么 A 是对的？我这边用政治来举个例子好了，蔡英文总统，我并不喜欢他，我很讨厌他，可是呢，他又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件最屌的事情，就是他让同婚法通过了。我在想，如果今天我们选的是一个非常温良恭俭让的人出来的时候，他有办法去通过这个法案吗？越是温良恭俭让的人，我就觉得他越不可能有勇气或是蛮力去通过这个法案。要通过这个法案，他必须是一个狠人，他可能要够自私，或是他够狠。对我来说，要够狠，他才能过这个法案。我不喜欢蔡英文，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很自私、很狠。可是他让我很矛盾的是，他达到这个成就是其他什么总统，我觉得是比不上的。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说，有时候我讨厌这个人的原因，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可能不去害人，不去怎样。但问题是，有些讲不好听做大事，或者真的要做某些行业要更能出头的话，他又必须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最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如果我想要更优渥的话，那我可能就必须要成为一个更狠的人。但如果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还不错的话，那我就可以，我就可以不需要去做这么让人家不舒服的事情。我很讨厌某些人，但是真糟糕，他做了好多东西，我又觉得他很棒。就我可能觉得这都是一个好的编剧可能需要的东西吧，因为这个讲的就是它不是道理，它是人性啊。对，我有时候如何把一个人性的纠结这种呈现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我喜欢看某些故事的原因，因为它讲的是人性，而不是道理。讲到这个，比如像8点档好了，其实以前很好玩的，有一些很会表演的人，他们其实一开始也很排斥8点档，可是后来真的他们加入8点档之后，他们又会进入另外一个面向。观众常常会想说，我可能看了某个电影，
或是看了某个影剧，哇，里面的人他的感情拿捏啊，什么东西好细腻哦，或是他角色功课做得好足哦，那是因为他们有先很早就拿到了剧本，花了很足够的时间去排、去练、去演。八点档不是啊，剧本都还在旁边写的，哎，还没好，剧本还在写完之后再给演员看，我哪有时间去做什么？好几天都睡不好。对啊，他可能一天要连续拍好几场，对，然后时间轴还是不一样的。那我演员看到这个东西，我哪有时间还去分析什么吧？有什么就来什么，对，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新形态的舞台剧。我要不停的生气，我不能第一场的生气跟我这一场的生气是一样，哇，那我要怎么演呢？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八点档的演员他们更屌，就是他必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设计跟呈现出，第一个我要呈现出这个角色他某些情绪。要愤怒、纠结，或是什么啊，我好恨啊，或是我好坏啊，所以八点档的坏通常会比较千篇一律啊，因为没办法，对他就是那种很气人，那种眼神啊，或是嘴脸啊，只是没办法，人家哇，人家每天都要给你拍1个小时的东西给你看，也很累耶。其实有时候看八点档就是看一个爽，为什么八点档就是那个时间点，婆婆妈妈，我就是有时候我也不一定看，我就听那个声音叭叭叭，旁边有人在吵就很舒服，好像我也在一种状况下。你最近或者这几年来，自己觉得最荒谬的事情是什么？可能现在砸钱买设备，却还没开始拍东西吧。因为我觉得荒谬这种东西，翻译成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你过去最后悔做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我自己是一个不太往回看的人，我自己也很少照相，我自己不太喜欢看过去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很少有，因为对我来说，发生的事情就是发生了，有什么好后悔不后悔的？所以荒谬的话，对我来说，目前就是我买的东西我还没有开始拍，砸了好多钱，口袋很痛。他们都说你要不要先去参加比赛？但我都想说没有想要参加比赛，我就是想拍。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之前问我为什么有一个朋友，他问我说你为什么想拍？他最早以前就是那时候学表演，他就问你为什么想学表演？以前我还傻傻在那边想，然后就是因为想演了或者什么找了一大堆理由或借口。可是现在回头想想，那些好像都不是重点，就单纯就是想。现在回想，真的讲出理由的时候，我会突然发现已经没那么想了。真的能讲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就没那么想，因为我觉得会想，就是因为它还充满了很多未知。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探索到很多乐趣，我觉得探索这个地方很舒服、很爽。那等到我真的探索完之后，我已经觉得够了，那时候我才能真的讲出我当初为什么会喜欢。所以现在说有时候讲荒唐，我真的有时讲不太出来，就是对我来说，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荒唐的话，这题对我来说还蛮难的。做演员就有一种怪癖，喜欢观察别人。然后因为我们公司就他有一个做业务的他就很厉害，我很钦佩他。他很好玩，他是一种那种脑袋动得比嘴快的，常常会说错话的那种人，而且他不吝啬出糗。那像我就不是，我反而蛮在意，就是我尽量要把所有事情表现好。这种状态反而会减少人跟人之间的交流。他是故意就是我欠你人情，那你未来势必我要还你人情，我要还你人情，我就必须要跟你交流。但这是他们有一些的手法，所以我说他故意出糗我就可以让你亏，你可以亏我昨天说错话了，对不起，然后就没注意，我人出嘛，做事不经大脑，就是他会有一些这种交流，就是我觉得那些东西反而可以更增加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其实我发现我自己的这种做的方式，其实会跟其他人的交流很容易中断。后来自己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我认为是缺点，要改吗？好像可以改，但你会到了一个年纪，会突然觉得我何必改这个东西？要改，我可能就是觉得我可能是为了以后要拍片，可能要比较方便，那我就要去改这种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很多东西都是一直在变的，它就是一直变。那我现在这样想，可能5年后怎么想又不一定。对啊，就是我自己换环境